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拎了一桶汽油出来，浇在了雪残人的身上，手里不断地拨弄着一个防风打火机。你最好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打火机扔到你的身上，让你尝尝被文火烹制的滋味。魔鬼，你这个魔鬼！不，相比于把自己改造成这副鬼样子的你来说，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属于人类范畴之内。好了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别废话了，告诉我你是怎么把自己改造成这副样子的？雪残人本来是不打算说的，可是闻闻自己身上的汽油，再看看我手中的打火机，他迟疑了。我说是加里森卖给我的药剂。又是这个家伙，详细的说一说，不要试图撒谎。要是被我发现你说了假话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是加里森联系的我们，问我们想不想退出游戏。他有门路，不过要退出的话，需要满足2个条件：先注射药剂，然后上交30个玩家的心脏。你们这么就相信了？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？还有，你们变成了这副鬼样子，怎么退出游戏回到现实社会？加里森在送给我们的红酒里下的毒，当时如果我们不注射药剂的话，就会被毒死。我不敢冒险，而且加里森也说了，变成这副样子只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。只要再吃上10颗玩家的心脏，就可以获得随意变身的能力，在变异形态和人类形态随意切换，并且获得的增幅也不会消失。如果能吃上30颗玩家的心脏，实力还可以进一步增幅，获得远超现在的实力。可以随意切换啊！而且注射了药剂之后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力量、我的恢复能力、我的肌肉强度都获得了极大的增强。这种强大的感觉真的让人迷醉。看到雪残人这个样子，我的面色冷了下来。今天为了实力能去吃玩家的心脏，明天也可以为了实力去做更加过分的事情。这种人已经成了所有玩家的公敌，对这种人我绝对不会留着。你说你现在的肌肉强度和恢复能力都很强？没错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测试一下你的抗打击力和恢复力。我举起了加特林机枪，对准了雪残人。玩家斯诺登死亡，实力也不怎么样嘛，连机枪都扛不住。我不由得撇了撇嘴，这玩意连我的那米注射液都比不上。打死了其中一个，我将目标对准了剩下的那个变身冰蜘蛛的玩家，用凉水浇。我照着样子询问了一遍，获得的答案和雪残人给出的差不多，可见雪残人并没有说谎。不过对方倒是交代了一个雪残人没有交代的信息，那就是加里森此时正在一座红枫庄园之中，希望附近密修会成员能过去帮他。那座庄园的标志就是满是红枫叶，隔很远就能看到。红枫庄园，我感觉好像在哪里看过。我在原地思索了片刻，突然猛地向着装甲运输车跑了过去。钻进装甲运输车后，我趴在了那座沙盘上查看，果然在一片白雪之中看到了一片红枫树围绕的庄园。我查看了一下这座庄园距离的位置，距离我只有300公里，2个岔路口。要不要去看看？我将沙盘上的路径记录了下来，随后我叫来了001过来拆解装甲运输车，我自己则在旁边祈求幸运女神垂怜，让我报出这个沙盘的制作图纸。这个沙盘简直太重要了，简直就是自带一个范围数百公里的透视挂。谁要是敢招惹了我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如果对方敢出现在我几百公里范围内，我就可以去线下解决。001对于这种业务已经很熟练了，带着20几个自走机械，花了10分钟就将装甲运输车拆了个干净。一张图纸出现在了001的手中，我一看欣喜过望，立刻跑了过去，一把抢过了图纸，打了开来。结果打开一看，我的心瞬间凉了下来，居然还是一件神秘阴影的制造图纸。我感觉是这张神秘阴影的图纸阻碍了我爆出那张制作沙盘的图纸。好啊，居然敢断我财路，这次咱们2个没完。我气呼呼地将制造神秘阴影雕像的图纸扔到了地上，狠狠地踩了2脚。神秘阴影是吧？你要信仰是吧？好，以后你的信徒我看到一个杀一个，你的图纸爆1张我收1张，看看你到底能爆出多少张图纸。那个加里森是密修会的老大，也是神秘阴影的信徒对吧？这次就拿这个家伙开刀。我气冲冲地坐上了车，按照记忆中的方向向着红枫庄园开了过去。我一路开着车向着红枫庄园的方向开了过去。最终我在中午时分终于看到了远处山坡上有一片火红的枫叶林。终于到了，希望这个家伙还没有离开。我远远地看了一眼远处的红枫，打开了火箭弹发射槽，准备先来一波火箭弹覆盖。至于那个加里森，我连面都不打算见，直接打死拉倒。对方可是拿出了那种诡异变异药剂的家伙，谁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手段。玩家13发现红枫庄园，请问是否进入红枫庄园参加特别游戏遗产的归属？若参加则有机会获得红枫庄园，若是放弃则需要缴纳5000单位汽油作为赔偿，请选择。干！高达5000单位的汽油赔偿谁能拿得出来？恐怕也只有沙龙巴斯那个石油佬才差不多吧。我现在也就存了3000多单位的汽油而已，5000单位的赔偿是绝对拿不出来的。看来我是没有选择了，参加。玩家13选择参加游戏遗产的归属，现在正在载入中，玩家身份生成。玩家13
红枫庄园主人早年养子，常年在外漂泊，听到养父身故之后被律师召唤回国，参加遗产的分割。规则一：玩家需要根据游戏提示完成遗嘱规定的内容，完成者可晋级下一轮，失败者进行惩罚，最高击杀。规则二：玩家之间禁止以各种方式进行攻击，违规者视情况进行惩罚，最高击杀。规则三：玩家未经许可不可攻击庄园内任何人物，违规者视情况进行惩罚，最高击杀。规则四：玩家禁止中途逃离，否则将会被判处违规，直接击杀。其他未经事项，本游戏系统拥有最终解释权，请根据提示路线，在10分钟内将车开入红枫庄园内。我面前弹出了一个地图和一个箭头，指向了前方。我无奈，只能跟着地图和箭头行进。花了大概3分钟，我就将车子开到了庄园的大门口，2道铁艺大门自动打开。庄园中心的音乐喷泉响起了小步舞曲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大片的红色枫叶飘落，给庄园增添了几分文艺的美感。这地方倒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待会要死上多少玩家。我顺着箭头指示的方向，将车子开到了停车场。此时，停车场里已经停了4辆汽车，一辆红色的雷克萨斯，一辆改装悍马车，一辆巨大的房车，以及一辆巨大的单轮车。而且这些车子都经过了一些改装，实力都不错呀。就是不知道加里森是不是在这里。请玩家在5分钟内进入庄园客厅，否则将被判处违规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将车子停好，顺着甬路进入了庄园中央的那栋3层小楼之中。推开大门之后，我就看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厅，巨大的水晶吊灯光滑夺目，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天鹅绒地毯。房间的左侧摆放着一圈真皮沙发，在沙发上坐着6名玩家。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光头，就是你，加里森，你果然在这里。我的眼神微微眯了一下，随后将目光闪开。如果能先挑动其他玩家自相残杀，消耗一部分他们的实力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想到这里，我露出了有些拘谨的神色，微微缩了缩脖子，低着头，偷偷地打量着周围的众人。在加里森的左手边坐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看得头足有2.5米，体重300斤往上，看起来异常威猛。在壮汉的旁边坐着一个身材婀娜的女人，身上穿着旗袍，手中一把团扇，微微挡住了半边脸颊。加里森的右边坐着一个身上长着白色长毛的家伙，这人除了脑袋以外，几乎浑身上下长满了长毛，几乎和雪人一般无二。难道是雪人的改造者？在那个疑似雪人改造者的旁边，则坐着一个头发梳成墨西哥的嬉皮士年轻人。在加里森的对面，则坐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。你就是那个最后的玩家，怎么才来？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一扇木门打开了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缓步来到了众人面前。既然所有的人都到齐了，那我就开始宣读遗嘱了。等等，我反对，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麻烦，把奖励干脆给我好了，我可以支付给你额外的酬劳。壮汉忽然从脚下拎起了一个皮箱，扔到了茶几上，随后掀开了皮箱的盖子。皮箱打开，里面一片金色的光华闪过，原来里面满满装的都是金条。怎么样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愿意把遗产交给我的话，那这些黄金就都是你的了。居然想要贿赂 NPC， 倒是有点想法，看起来也不像是外形所表现的那样无脑嘛。不过我并不觉得他能成功，我并没有出声，身体微微向后靠了靠，脸上一副看戏的神色。怎么样，到底同不同意？要是嫌少，我还可以再追加。壮汉又摸出了一个黑色的丝绒袋子，将其打开扔到了桌子上，袋子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宝石，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。再加上这些总够了吧？看到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依旧不为所动，壮汉脸色有些不好看了。他从腰间拔出了一把粗大的 M500，对准了管家。给你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，是按照我的意思办事，之后拿着钱去逍遥，还是让我在你的脑袋上开一个洞？别怪我没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检测到玩家试图威胁引导员改变规则，进行惩罚。一个冰冷的声音不知从何处响起，环绕在众人耳边。众人听到声音，都警惕地向着四周观看，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等等，规则上不是说不准攻击任何 NPC 吗？我并没有攻击那些 NPC， 连一个手指都没碰，不能算犯规。一根小臂粗细的尖刺从沙发中刺了出来，从壮汉的尾椎位置刺入，从颅骨顶部刺出，还从主干之上刺出了很多尖锐的细刺。这些细刺也足有拇指粗细，从主干之上刺出，长出1尺多长，从壮汉身体的各个位置刺出。此时，壮汉的身体表面看起来还算是完整，但是内部的五脏已经彻底被搅烂了。然而，
周围的众人见状，都不自觉地挪动了一下屁股。任谁想到自己坐着的沙发下面埋着这么一个玩意，心里都不会太舒服。既然没有人有反对意见，那么我就宣读遗嘱了。根据福克斯先生的遗嘱，所有继承人都要在红枫庄园等待到傍晚6点，期间所有玩家不得互相攻击，违规者将等到傍晚6点时，还活着的各位玩家需要投票选举出一位继承人，由得票最多的继承人获得全部遗产。就只是待在庄园里吗？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限制？当然不是，每到规定的时间，你们必须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游戏，不可以拒绝，否则将会和这个蠢货一个下场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老头，别啰嗦了，我们可以活动了吗？恰恰相反，你们需要完成自己的第一项任务。管家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摇铃，晃动了2下，立刻有一名穿着黑白女仆装的侍女推来了一辆闪闪发亮的餐车。餐车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，有猪肘子，有牛排，有龙虾，有鹅肝，我甚至还看到了一整只烤乳猪。所有的食物都散发着迷人的香。现在请每一位参与者按照顺序选取一样食物，记住，只能是一样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对了，给各位一个提示，这是你们直到下午6点前唯一一次进食机会，请谨慎选择，由这位女士先选取。管家对着那名穿旗袍拿团扇的女子说道。拿着团扇的女人缓缓站了起来，扭动着婀娜的身姿来到了推车旁边，美目扫了一眼推车的侍女说道：这位小姐姐，这么多东西，人家不知道怎么选，你帮人家挑一份怎么样？然而那个侍女就一直站在原地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请尽快选择，每个人的选取时间不得超过1分钟。哼！拿着团扇的女人对着管家翻了一个白眼，中规中矩地选了一份菲力牛排。接下来轮到那个阿宅，阿宅凑了过去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选了一套汉堡可乐套餐。接下来轮到了我，这么多，到底该选哪一种呢？听管家的意思是应该多吃点，不过会不会是个坑？推车里的食物都被下了毒药，价格越高的食物下的毒越致命，价格越低的食物下的毒越轻。还有这种说法？我就知道游戏系统肯定没那么好心，在副本里让我们大吃大喝，现在看来果然有猫腻，居然是按照价格下毒，果然阴损。我开始在餐车里翻找了起来。牛排不要，肘子滚一边去，凤爪倒是可以考虑，烤地瓜这个应该够便宜了吧？等等，辣条。我看到了一种极为熟悉的食物，辣条，还是熟悉的包装，5毛钱一包，这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吧？哪怕不是最便宜的，毒性也应该是微乎其微了才是。我想到这里，一把抓起了辣条，向着自己的座位走去。阿宅看到我居然只拿了一袋辣条，有点好奇，凑了过来。你怎么只拿了一袋辣条？其他的玩家也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。哦，我中午吃的烤肉，吃了2斤和牛，1斤牛五花，现在还打饱嗝呢。要不是每个人非得选一样，我连这个都不想选。居然是和牛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呢，好吃吗？其实也就那样，吹得挺神的，感觉还没牛油好吃。上次开了一大箱子，到现在还没吃完，吃的我都快吐了，都快愁死我了。就这个东西我好久没吃了，准备吃着解解馋。